通知部队全速前进，不要有任何顾虑。旅长，我带警卫营和工兵连前途30公里。好，遇到情况不要恋战，不要停留。楚占刚万没想到，自己缜密谋划的这个气势如虹的挺进计划，会遇到蓝军的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、说不清又道不明的冷枪暗箭的袭扰，实在是让习惯了按训练大纲行事、一向中规中矩的正规部队感到无所适从。而为了应对这种烦人的幽灵般的袭扰，又不得不放慢速度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与在高速路上以平均拖拉机速度开进的主力部队相比，909旅特战大队可谓是健步如飞，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狼山基地，并展开侦查。看见没有？前面那条冲沟，人可有跟上去？这条沟在图上没有标识吗？应该是半个月前山水冲出来的。那你把牛往这边赶，就是为了侦查这条沟？没错，昨天晚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见这里做了条小沟，不清楚什么样子，人能不能上去？看来发起攻击时，这条冲沟可以作为一条隐蔽通道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和吕布联络了，是不是该跟吕布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行动方案？不是，现在跟吕布联系很容易暴露我们自己。吕布和大部队正在行军，顾及不了我们。等到了狼山再联系也不迟。我再次警告啊，所有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台，手机和电台的电池全部卸下来，只要是违反命令，严肃处理。明白。老乡，前面不许过去。吓一跳，说啥？最近搞演习，你们没接到乡政府通知吗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俺是看那边草长得茂盛，牛也爱吃，以前没来过这边。走，走。老乡，你们是哪个村子的？三乡监村嘞。哎，那是啥部队嘞？咋跟以前的解放军穿的不一样嘞？好了，不要多问了，这是训练基地，以后不要再乱跑了。啊，走嘞。旅长，丁英凯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空军的侦察机30分钟后能赶到头等山小芒山展开侦察，我估计高速路上不会有太多问题。看来80堡垒失败是有理由的。怎么讲？你看看，我们参加过多次演习，但是这种非常规的演习很少遇见，有也是一些常规的防空隐蔽、电磁干扰，哪会在路上设置这么多科目？我认为这支专业化蓝军部队的出现，让我们遇上了一个全新的对手，好多以前的观念和习惯都被逼得要改变了。政委啊，有这种意识是对的啊，但饭还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不可能一步到位的。基地化训练搞了多少年，不是一直在改进吗？支架！报告参谋长，我警卫营侵犯2台车出雷，部队现已安排警戒。通知车队停止前进。是。看来蓝军还不是来虚的呢。命令工兵连前途100米，展开探猎作业。是。沟东1，我是沟东3，前方有车触雷，工兵连正在实施排雷作业。看来
蓝精灵发布的信息不是虚的。难道韩鹏真的想在一路上阻击我们？不太可能了，绝对不可能。炸一辆台车怕什么？报告，刚收到空军空中侦察报告，发现统领山一带有蓝军出没，并发现部分防御工事。命令航空兵部队，只要发现就炸了他。是。给我接通炮团朱团长。是。鲍团长，热电话。哎，旅长，我已经派侦察连前去侦察了。什么？让特战大队从后面调上来？旅长，特战大队没跟随着我呀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跟在我后面的是毛部3营。没错，是3营跟在炮团后面。好，摩步3营就摩步3营。你把3营调到前面去，派你的副团长随队指挥，最少途前50公里，攻击前进，控制统领山、小帽山所有要点，掩护炮团通过2山。旅长，摩步3营离我们50公里呢。命令他们马上过去。是。朱团长，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啊，这是蓝军的心理战。蓝军目前怎么可能调出足够的兵力到统领山、小帽山展开阻击呢？空军马上会对蓝军的阻击阵地发起攻击。等3营控制了山区要点，你们一定要快速通过，不要停留。副营长，到，马上出发！朱团长命令我们打前锋，走。1、2人站好，后面跟上。是。参谋长，那就是统领山主峰。我们的工兵阻击点就在这里。参谋长，是红军的歼击机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啊，给我接工兵1排。是。小伙计，我是郝掌柜啊，生意怎么样啊？老板，不好了，发现菜鸟2只，有下蛋的意思。下蛋啊？好啊，下就下吧。让我们的伙计注意啊，别砸着头。等他们下完，咱们不跟他们玩了，回家吃饭。好嘞，兄弟们，撤！
长官，909旅下手比808旅还要狠呀！可惜阻击任务不归我们工兵，不然我还真想和他们好好玩上一把。台长，长官要和你通话，用2号密语。癞蛤蟆是青蛙。什么？有一群蝎子从山下上来了，能否抓2只油炸？没问题啊！报告癞蛤蟆，青蛙分队早已做好补血准备。红军一个营已经向我们开来了，参谋长让我们分组阻击一下，做阻击准备。通知特战大队彭副大队长，按计划执行。是。空军报告，蓝军统领山阵地已被摧毁。朱团长报告，我部3营机至统领山主峰。通知朱团长，天黑前控制统领山一线，炮团务必在天黑前通过统领山。是。我们的前方情况怎么样？工兵连还在排雷。怎么搞的？几颗地雷还搞不定吗？政委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上去看。老楚，前面有敌参谋长呢。还是我去吧，凭他这么谨慎法，明天早上也过不去。蓝军没有多少人，只不过是虚张声势。1排2排，阵地2侧，摸上去。是。打！报告排长，敌方包围1组2密。好，准备撤退，应弹。撤！报告营长，业务太大，靠不进路。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，火力并不强，只能靠放烟雾。等烟雾散了再前进。是。红蓝双方谁也没想到，当真正的实兵对抗展开时，首先投入战斗的不是炮兵、步兵，也不是特种兵，唱主角的却是工兵。蓝军派出一个工兵排在统领山上构筑假阵地，打造豆腐渣工厂，虚张声势打起阻击战；而红军也派出一个工兵连在高速公路上展开认真细致的排雷作业。这些看似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，则诠释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真正含义。对楚占刚来说，时间的流失意味着期望中的胜利要打折，回旋的空间被压缩，他不能允许这种现象蔓延。什么情况？还有30分钟，这段路就排查完了。 30分钟，大约还有150米的样子。挖出几颗地雷？有10几颗，但都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把工人开过来！是。旅长，你不能去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马上带好队伍，在后面跟上就是了。 上车！快点！我看有些旗鼓相当了嘛。看来楚占刚这只华南虎。 真的被激怒了，连自己这个旅长都亲自披挂上阵了啊！韩鹏的下一步棋可就不好走喽。
报告参谋长，工兵分队已将红军车队阻止在外面外的道路两侧，定点爆破准备完毕，可以随时进行山体爆破。定向爆破，我们准备通过山体爆破形成山体滑坡，阻断这段公路。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垃圾战术。参谋长，你看，现在能够制造多少立方的阻拦物啊？接近1万立方，红军全力打通需要多长时间？最少需要3个小时。好，这样，再给我增加1倍的土石钢量。需要时间填充弹药。报告大队长，叫你的特战分队把工兵替下来。是。把你的工兵集中起来，继续填充炸药。我给你20分钟时间搞定。我要让他们连拉带挖到天亮。工兵就喜欢玩大当量的，没问题。哎，我们起名叫垃圾战术，这名字是不是不好听啊？我们专业化蓝军就是块臭豆腐，闻着臭，吃着香嘛。好了，去吧。是。哎，不行，多了，撤下一下。多放点不是威力更大吗？威力大了会把山体炸飞的。如果阻塞体落不到道路两侧，我们不就等于白干了？快！来人，把洞口封上。我们正在进行蓝军阵地，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，火力很强，需要炮火支援。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。是。目标，坐标。坐标了没有？这边没。查到方位炮的指挥所。弹药装填完毕，正在封堵洞口。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，撤出栈道。是。向后转，跑步走。进攻！我是洞3，特战队已全部撤出，可以起爆。队长，你怎么亲自开始探路？这多危险！哎，要不这样，这段路还不得走到天亮啊？这样，到前面宿营区吃点东西。你已经1天没吃饭了。哎，政委啊，下一步要研究一下应对心理战的措施了。这样下去，部队会被拖垮的。没错，这方面我们训练搞得太少，总以为敌人的心理战只是政治宣传，没想到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张参谋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走了多少路？中路推进了220公里，220公里，到达宿营地是260公里，平均1小时23公里多点。哼，牛车都比这快。哎呀，刚接到右路朱团长电话，他们通过统领山了。蓝军工兵炸开了统领山分水岭的一处山体，造成山体滑坡，隐埋了公路，目前正在打通。什么？他们把山体炸开了？是。过分，太过分了！看样子韩鹏是铁了心了，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千里行军路上。什么时候能打通？预计要在明天上午8点左右。明天上午8点，这样下去，后天还能赶到安旗江渡口吗？队长，
朱团长他们已经被堵在土里山一带，他们指示能否改变行政路线？他们想怎么走？走7连2省道，从东面绕过土里山和小毛山，估计要多走130多公里。记住。这条路上安全吗？路况不错，去年刚翻修过，应该没问题。关键是蓝军还不知道我们要绕着走，不太可能设伏。队长，你看，这样，摩步3营继续留下来打总统里山，炮团可以改道，不过要派出兵力提前赶到安西渡，控制渡口和渡船。明白。山豹旅虽然经过一番努力，有效地阻止了红军的快速挺进，但韩鹏心里很清楚，红军首领楚占刚是不会轻易被他这几招心理战就阻挡在途中，充其量使红军的行程耽误1、2天。但这一成果已让韩鹏感觉到现代战争的信息空间无限之广，手段无限之多，这会对未来战场面貌带来强烈的，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。看来差距很大呀。你说跟谁的差距大？我们呀，我们和山豹旅，我觉得他们的作战理念还蛮新的，我们真有点接应不暇了。你呀，还是留有余地的，不是接应不暇，而是招架不住，对吧？老徐啊，你有点不像909旅的政委了。老楚，我怎么不像909旅政委了？仗还没打，你就认输了？不是认输，我确实认为战区陆军弄出这样一支专业化蓝军来参与对抗训练，有一定的道理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起码对我来说，你说说，怎么个耳目一新法？以前我们也打过演习，也碰到过蓝军，可那支蓝军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部队，熟悉的领导，熟悉的装备，连打法、战法、训法都是一个训练大纲规范下的产物，打起仗来心里有数。新军宿营路线了如指掌，输赢运气各占1半。可这一次呀，不一样了。你看看，我们一个齐装满员的机步旅，跟一个刚刚组建不久的，说白了也就半个旅的实力进行对抗，而我们却显得力不从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太陌生。陌生到我们处处被动，慢半拍，都有点不知所措。哎呦，真有点遇上外军的感觉了。我绝不否认啊，目前山豹旅是占据了主动，但如果说这种模式就是最先进的模式，为时有点过早了吧？这就是现代战争吗？啊？哼，我看像打群架。老楚啊，现代战争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，只是从电视新闻里看到过已经发生过战争的某些局部战场，只能算是隔岸观火。我们并没想到火会烧到自己头上，更不知道火会从什么地方烧起来。你这个说法倒是有点新意啊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啊，不符合国情军情。你说呢？行，老楚，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安排指挥所跟上去。哎，红毅跟我玩失踪有1天了吧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好，我再给他拨个电话。老楚，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安排指挥所跟上去。哎，红毅跟我玩失踪有1天了吧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好，我再给他拨个电话。哎呀，怎么是停机呢？真是停机！白天是关机，现在直接停机，什么意思？韩鹏让我搞不懂，我自己的属下也跟我玩心战法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电台处于静默状态，手机也不通。看看特战大队其他队员手机开不开通，尽快跟他们取得联系。
团长，535前沿没发现情况。团长，练得不错，过几天这就是我们的家常菜了。你沿前面的坡径向下100米，可以收到地下信号源，再沿信号源的方向直插进去，就是30号中口。你们在中口2层潜伏，去吧。是。你们2个中队前进到535前沿200米处那片林地潜伏，3天以后我会找人联络你们。是。副大队长、参谋长几个中队长，他们的手机不是停机就是关机，看来呀是统一行动了。统一行动，行动前怎么也不报告啊？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怕是暴露目标吧？放心，他隐蔽的连我们旅领导都找不着了。这万一出点事情，失控失察的责任都是你我的。弘毅呢，做事一向认真，一丝不苟。有时也是小题大做。哎，300多人出去2天多了吧？队伍在哪？人员在干什么？武器装备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一概不知。我们的推进情况，他们也不管不顾。这真要是打起来，他要是让敌人给歼灭，我们还都蒙在鼓里，这能行吗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，你放心吧。不是有句话说叫“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”吗？啊，将在外啊，我还不是将呢，他能成将吗？芝麻酱。老楚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？我想把弘毅这枚棋子挪地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把特战大队撤出狼山？这么早把特战大队弄过去，你觉着有必要吗？我认为必要性不是很强。如果我们这一路上顺顺当当，弘毅他们提前秘密投送过去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现在是大部队遇到麻烦，推进速度缓慢，你说他们在那里趴个7、8天还有意义吗？7、8天的野外潜伏，战士还能爬得起来吗？这事也怪我，做这个决定之前，我们能再开会研究一下就好。我至今认为我们的决策是对的，不用怀疑。如果这招奇招妙棋用对了，我们可以出奇制胜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吗？你说。我想用弘毅这支队伍，在南军后方倒他一下，同时让他南下，接应掩护大部队北进。这是韩鹏想不到的。这倒是可行的一步。只要在南军后方突然杀出一支红军的特种兵，你想想，韩鹏他能不乱了阵脚吗？他必定会放弃或减弱对我们途中的骚扰，把注意力集中到弘毅身上。老楚，这个想法好啊！哎呦，是啊，可是现在弘毅人间蒸发了，无影无踪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你说，老楚啊，这件事呀，当时在我们出发之前，你应该交代清楚，他就知道自己身负2项任务了吗？我当初就不太相信他能潜伏成功，现代侦察手段这样强大，想在蓝军鼻子底下潜藏300多号人，哼，简直有点天方夜谭啊！不，把有点改成就是。可你当时还是下了命令。是的，我当时同意弘毅的提议啊，是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，也不想给大家留下旅长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的印象。而且当时弘毅的阐述啊，还有些可信度，你说我怎么能不支持他呢？这么说，你这个命令是有杂念的喽？谈不上杂念。你说你勉强，就是顾忌弘毅在会上曾反对你把蘑菇营留下和3路开进的方案。我只谈现在，他太我行我素。现在潜伏的不知道是我找不到他了，还是他找不到我啊？哎，不是，一个旅长在战场上找不到自己的大队长了，哼，我也是醉了。老楚呀，要怪呀，只能怪我们旅领导。当时出发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给交代清楚，告诉弘毅，除了到狼山潜伏，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，就是随时调你们特战大队进行袭扰接应任务。弘毅肯定会想办法，在他认为安全的前提下，和我们保持联系的。想调特大动一动的想法，只是在刚才扫雷的时候想起来的，没遇上这一路风险，我哪能想到这一点？
差不多了。调度员说他们已经接到了总调度室的命令，再过20分钟就可以发车了。哎，首长，你们啥时候走啊？师傅，我不是什么首长。哎，那边的绿灯是给我们的信号吧？哎，对，就那95道的灯已经好了。哎，那你们慢走啊，结婚就搜索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走。哎，95道的灯已经好了，可以发车了啊。喂，黑手，钱我已经付了啊，这9号的帽子怎么还是绿色的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喜欢绿帽子，我要红色的啊，赶紧给我换。新老板，口气不要这么大，你媳妇都没找着，谁给你戴绿帽子去？不就是想要顶红帽吗？3分钟能搞定的事儿，伤了和气干嘛呀？赶紧过来吧。这，95道改成红灯。好，其他的呢？其他不变，改多了会影响其他正常列车的运行，只要把军列拦在站里就行。明白。那我们控制他们多长时间？到明天早上8点40自动解除就行。好。这是我的。少得了你的吗？怎么样，打进去了吗？特别好使，这个故障设置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，还不会影响到它的指挥中心，其他车辆都正常运行。你好，调度员同志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又不走了？这是总调度室的命令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再等一等吧，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。会等到什么时候？估计得等到天亮。等到天亮？啊？怎么又停了？徐政委的车停在路边。有什么情况？右路炮台绕行驶道，目前路上一切正常，中路部队在前面休息加油。好，看来还是铁路输送安全可靠。早知道这样，全走铁路。铁路方面也出现点小问题。什么？铁路上也出问题了？军代表没协调好？不是，是铁路方面技术问题。严副旅长打电话过来说，是信号灯出了问题，铁路部门正在排查，故障在没有排查出来之前是不能放行的。政委，不会又是韩鹏他们搞的鬼吧？可能性不大。这次军运，铁路部门十分重视，沿途桥梁隧道都加强了警戒。蓝军想动我们钢铁运输线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他们还在查呢，不会查出来吧？要是查嘛，肯定是能查出来的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他们现在是在排查系统，然后是软件，最后才是硬件和线路。呀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剩女不回来，都搞定了。不过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，正在一步一步的排查。我们设置的是到明天早上自动解除。行，让他慢慢查吧。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！不困啊，老板？你不困？多好玩！哎，老板，你不觉得我演什么相声吗？行了，就别挺着了，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，咱后边还有大生意呢。走吧。好。收东西。 909旅的3路开进，让蓝军东一榔头西一锤的非对称战法这么一闹腾，整整在路上耽误了2天。韩鹏知道，仅靠现有这几招，想完全阻止红军挺进是不可能的。参谋长郝建国提出一个新的方案，在安七江渡口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阻击战，趁红军炮团渡江之际，封锁安七江面，或将其阻挡在安七江南岸。 以期再拖延1至2天。目前，红军与我方几天的较量中，突破了我方设置的以信息战、心理战、技术战为主要攻击力量所构筑的防线。3路纵队已向前推进800到850公里。我们不得不承认呐，红军在与我方的较量过程当中，已经逐步掌握了我们的心理战还有信息战，并且加强了反制措施。我们也要有所改变。周参谋，说说你的构想。 根据目前红军挺进速度，最多2天3路部队至少2路可到达狼山基地，而与我正面交战开战之初是909旅
建制中剩下最后一个炮团。经过我们的了解的情况，这个炮团将在演习结束后撤编，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战。据说炮团的官兵情绪高涨，战斗精神顽强，对我们的威胁极大。我方有必要在安溪江渡口一线针对齐右路组织一场阻击作战。等红军第一批装备装船开始航渡时，我炮兵首先集中火力对轮渡发起攻击，击沉齐渡轮1到2条，而后炮火延伸对南岸红军装备、油料车辆和码头实施覆盖性炮击，摧毁码头。我步兵占领江堤后，用重机、轻机枪和火箭弹等轻武器组成密集火力网，封锁江面，压制红军特种兵冲锋舟涉水强渡。我们山豹旅从组建以来，还没有真正打过一场硬碰硬的实兵对抗，这回算是真亮相了。对，我们要好好打赢这场仗，总不能让别人说我们是偷鸡摸狗的吧？经用无人机和卫星发来的侦察情报分析，蓝军一支炮兵部队已分散成多路，向安溪江渡口一线开进。蓝军的一个机步营也在向安溪渡口悄悄运动。这一迹象表明，蓝军正在调集兵力，企图凭借安溪江开阔江面，在安溪渡一带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北上。机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参谋长，看来专业化蓝军参演的确是面貌一新呢。以前我们训练基地想做的不敢做，也做不到。现在我们想不到了，韩鹏他们都已经用到演习实践中来了。哎，我在狼山基地工作了有20年了，红蓝军对抗搞了也有不下几百次，可这次的山豹旅出击的模式，这是第一次，可以说是给部队注入了一支强心剂。这只是个开端呐，全军我们是第一家。韩组长十分关心这支队伍的发展和成长，希望它能够成为陆军训练模式改革的一个新的突破口。需要突破口，就意味着有阻力。目前阻力不是上层，也不都是基层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中高层？军旅这一级也是部队训练作战的主体，主官们经验丰富，权力也很大，战斗力模式转变主要靠这一层级。经验丰富是好事儿，推动改革不用从零开始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包袱。权力大，动力也大，实施起来雷厉风行，但往往观念没有创新，阻力会更大。参谋长，我有些想不通哎。你说这山豹旅组建才不过半年，各方面都还不健全，装备和人员也没有完全到位，全旅也没有形成编制战斗力，怎么就敢拉出来去跟2支王牌旅去对抗？我真是有些搞不懂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基地的很多同志对此也有疑问呢。都有什么样的疑问呢？以往的红蓝军对抗，双方实力基本相当，师对师，团对团，营对营，摩部对机部，装备和弹药都有一个量化可比性。可这次的山豹旅，说白了也就是半支旅，去跟808旅、909旅对抗，这实力太不相当了。有的同志认为这样的对抗有失公平竞争的原则，也不符合游戏规则。就拿第一阶段来说，安排山豹旅和808旅对抗，对山豹旅来说就很不公平了。导条评判和裁定标准也很难掌握。打仗可不是体育比赛，更不是娱乐游戏。军事强国不会因为对手的弱小、实力的不济就不打你，相反，捡软柿子捏可是大有人在啊。反之，恐怖组织也不会因为你国力、军力强大而不敢发起挑衅，停止恐怖袭击。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事，哪一场是实力最成功？啊，哪一个战争的参与者与对手讨论过游戏规则？几条小艇、10几名海盗就能把一个泱泱大国的万吨巨轮劫持走。如果没有自己的护航力量，你跟谁去谈公平？几十辆皮卡车架上刀射机枪，就能发动一场推翻政府的战争。这样的战争模式在战争史上你看到过吗？没有吧？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不对称恰恰是战争的常态，是实战的真实状态。你能说它就不是未来战争吗？我认为是，起码它是未来战争的一种形态。有道理啊！看来我们把训练和演习过于规则化和游戏化了，看似公平，恰恰离实战渐行渐远了。很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，产生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好在这山豹旅第一仗是打赢了，要是山豹旅这第一仗没打好，上来就被808旅给干掉了，那这专业化蓝军这条路恐怕就不好往下走了。
当初邢司令员冯政委提出把这只小豹子放出来见见世面的时候，我也是捏了一把汗。我何尝不想让山豹旅再强大一些，再丰满成熟一些，再拿出来展示威风，真正以实力超凡的强敌姿态出现在红军面前。但是司令员认为，不能把我们的专业化蓝军培养成一支贵族部队、特权部队，像喂养大熊猫一样，都养成了观赏和摆样子的一只肥豹，那就完全丢失了组建专业化蓝军的意义。我明白了，首长的意思是让山豹旅在和红军的较量中成熟成长起来。是的，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蓝军，我们以前没有搞过，完全照搬国外的也不行。我们的蓝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现在就是在探索。因此，韩鹏的专业化蓝军建设，首先要有中国特色、陆军特征，同时也要有战区特点，而且主要要突出2点：一是专业化，2是出击性。专业化和出击性。对，专业化就是与过去的护卫蓝军的演习部队不一样，从部队的组建、职能、任务到编制编成，武器装备及干部战士都要突出假想敌的特点。义军化、外军化特点突出，要让红军呢始终感觉到陌生、新鲜、难以应付。专业化还在于有目的的去模仿某一国、某一敌对组织的武装力量，要扮演得像，要陪练的专业，不能陪着玩，要作为对手真打实干，让红军从此长记性、得教训。另外，就是要出击作战，不能守株待兔。这支蓝军部队没有基地依托，四处出击，全域机动，能攻善守，是多兵种模块化组合体，集陆军各种作战元素为一身，是一支独特的新型的作战力量。编制不大，但是能量巨大；动作不大，但是能够牵动神经，以城市战场为主，突出陆军未来作战的特点和样式。当然了，这仅仅是我们一种构想。山豹旅首战808旅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我当时心里是一点都没有底。韩鹏他们在研究外军战法时，的确有创新，学习外军，但不是机械的模仿，不等不靠，而是敢于主动出击。说实话，算是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呢。参谋长，邢司令员，您从北京开会回来了？昨天夜里会议结束，我就连夜赶回来了。今天一大早就往这赶，算是马不停蹄吧。司令员，还没到发起总攻的时候呢。演习不到3天了，这处战当的部队还没准备好啊？不是没有准备好，而是现在还在路上。还在路上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让山豹旅在途中阻击了一下，推进的速度慢了一些。韩鹏是怎么打的？把楚占刚的部队拖了这么多天。用楚占刚的话讲，就是打群架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主要是搞心理战、信息战、舆论战，再加上网络渗透，上来就把楚占刚弄得个晕头转向。从昨天开始，算是缓过劲儿来了。红军现在距离狼山还有300多公里，顶多1天，3路部队都可以到齐了。我说嘛，这山豹旅现在还不具备实兵阻击对抗的能力嘛。不过今天您来的正好，两家有一场硬仗，马上就要开打了。好啊，我们去看看。行。红军左路沿铁路向北开进，预计明天凌晨，红军装甲团将到达狼山。红军的右路是沿国道开进的炮团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，于今天中午到达安溪江渡口，在这里渡江北上。可以走桥吗？为什么要乘船过江啊？安溪江公路大桥正在进行大修，重载汽车禁止通行，因此我们在制定演习方案前就已经确认，安溪江大桥已经被炸断，涉渡是唯一的过江方法。红军的中路及第909旅指挥所现在已抵达宁江县境内，距狼山基地还有340公里。目前楚旅长的位置在这里。他为什么不往前走啊？红军指挥部从昨天凌晨到达宁江县后，就再也没有向前推进。从红方得到的消息是，红军正在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。他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炮团能够顺利的过江。山豹旅的炮营和机步营昨天傍晚已经在向安溪渡一线集结，目的十分明显，就是要在安溪渡口阻击我右路部队渡江，在我渡江过程中或登岸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向我发起攻击。蓝军机步营目前到达什么位置？还不清楚。不清楚。蓝军的可疑目标在进入丘陵山区后，卫星就很难跟踪了。派出无人机继续侦查。通知炮团加速前进。是。参谋长，你别说，这个楚占刚还蛮果断的。没错，楚旅长这回总算是拎起神来了。
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，如果他沉着果断，后面的仗也就好打了。多年来，部队习惯按部就班的作业，遇到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，慌神儿就发懵，不是犹豫不决呢，就是急躁不理智，把平时学过的战法全都给忘光了。这王可正就是这样败下阵。炮营5个隐蔽点，凌晨3点前已经全部到位；机步营凌晨4点前也全部到位。隐蔽在距江边2公里的防空离弹中，战斗发起10分钟之内，炮火可进入设立阵地；机步营2分钟之内可到达江边。按照909旅炮团的行军速度，现在应该到安溪渡口了。如果路上不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他的先头部队应该已经抵达渡口码头进行装载准备。看来双方都看好了安溪江渡口这块战略要地了，而且都是有备而来的，有好戏看了。蓝军占据了天时地利，但是企图好像已经被红军发现了。光发现对方的企图还是不够的，要如何控制对方的企图，并一击粉碎它？蓝军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的企图已经被发现了，这就是他最致命的地。参谋长，你说就目前两军的态势，安溪江渡口这一仗，谁的胜算更多一些？如果韩鹏能够有效地实施他的阻击计划，蓝军的胜算更多一些。通知炮团，在渡口以南30公里处原地待命，先派出1个敌炮连和摩步3营按原计划进入安溪江渡口码头，做好装载登船准备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炮团在今天傍晚之前就不能渡过安溪江了。如果蓝军炮兵真的埋伏在江北丘陵山区，安溪江正好处在他的火炮射程之内。我们先派出一小部分炮兵赶到码头，先期做好登船装载准备，就是要配合电子侦察分队，对分散隐蔽的蓝军炮火阵地实施电子侦察。队长，我们派往渡口的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前卫部队的营卫连已经抵达渡口。太好了！情报还说，和炮兵一同到达渡口的还有红军的1个摩步营。通知炮营指挥所，只要红军的火炮一登船，咱们的5个炮组立刻进入射击阵地。是。各火力组注意，3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。电子侦察分队报告，蓝军在安溪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。好，太好了！通知朱团长，到达安溪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，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，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。是。哎，不对啊，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？他的特战大队呢？就是啊。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，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？队长啊，侦察员发来信息，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，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。只有1个连？是。坏了，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，越快越好。是。经战况核实，蓝军的1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、战术车辆、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。队长，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溪江渡口，抓紧渡江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，让摩步3营先过江，炮团隔江掩护，等完全控制住了江北一带，炮团再分批渡江。打535防线没有足够的炮火准备，
是不行的。是。被人打懵了吧？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一个炮连就丢了。这楚占刚够快也够狠，这点还真值得我学习。旅长，红军摩步营已经开始渡江了，打是不打？你说呢？我们的机步营已经埋伏在江边，完全可以封锁江面，阻挡渡船靠岸。我认为，就算机步营已经占领了江北堤岸，也不可能完全顶得住红军的强势攻击啊，还不如隐蔽撤出。撤出来？那咱们一个炮连白丢了。你要硬拼可以啊，再送红军一个机步营好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机步营已经上去了，总得发挥点作用啊。打仗要不算计成本的话，别人转了眼啊，也当不好老板，做不好生意。我搞我的学术研究，你当你的老板。你别担心啊，我不会管你借钱的。你也别到我这儿来搞开发。哎，不是，旅长，政委，要不听我说一句？你说，挡不住红军强渡，起码可以阻止他今天夜间过江，这就消耗掉红军半天时间。时间对于红军来说越来越宝贵，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压制红军战力发挥的可用武器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阻击战值得打。不愧是参谋长啊，2比1。那明天怎么办？明天听你呀。听我什么？哎，很简单呀，你们看啊，明天楚占刚他只要渡了江，放在他面前呢就是通往狼山基地的平坦大道，而且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；而放在咱面前的呢，就只有死守535高地了。行啊，那就死守吧，准备打一场最惨烈的阵地保卫战。只有这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没有别的办法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吧？你肯定有办法呀！你说没办法，肯定在说反话呀！平坦大道半天路程，只有死守，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那我要守不住呢？你见死不救啊？命令机步营马上出击，务必把红军拦在江心。命令秦风出动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，一定要坚持到天黑，凌晨之前撤出战斗。是。1连、2连、3连，西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，将渡轮阻之于安溪江江面。炮火掩护。旅长，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，渡船很难抵岸。命令渡船返航，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，提防阵地，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。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。准备射击。拿下安七渡口，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几天来让蓝军折腾得寝食不安，没睡过一个踏实觉。现在他终于睡着了。政委、参谋长，朱团长报告，摩步3营已登上安齐江渡口北岸，已全部占领5公里堤防阵地。
要不要报告旅长？不行不行，旅长太累了，让他呀再睡会儿吧。好，那我让炮团做好过江准备。蓝军呢？现在去向不明，但被我击毁步战车4台，战斗减员120人。我估计已经溃不成军，趁夜色掩护撤退了。今晚就不要渡江了，让机步营向纵深展开搜索，沿公路向北展开侦查，控制最少50公里路段。旅长，明天一早炮团过了江，我们就是一路畅通了。我是恨弘毅到现在不跟吕布联系。如果特大调出来个南北夹击，蓝军的机步营就不是被击溃，而是被全歼了。是的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跟洪大队长联系，但没有成功。萝卜3营情况怎么样？接导演部裁决通知，减员1/4。丁参谋，你看指挥所能不能连夜布置？不行不行，老楚啊，你太累了，明天上午再出发吧，就半天的路程，今天晚上呀睡个踏实觉。旅长，和这支蓝军对抗，指挥所绝不能孤立行动。等明天先头部队到达后，指挥所再出发也不晚。好吧。哎，朱队长，吃点宵夜吧。你不说我倒还没感觉，你这一提醒啊，我还真感觉到饿。刘新仁，旅长，我感觉安西渡这一仗打下来，我们开始顺手了，是吗？韩鹏玩的那几招，咱们可都一一领教了，什么心理战、网络战、信息战，其实就是那么几下子。真到了动枪动炮，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吧？明天炮团一过江，看他韩鹏还有啥招。其实刚开始那几招心理战啊，真是让我头疼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就像那个狗咬刺猬啊，不知道从哪下口。那就别理他，大胆往前闯，这不闯过来了吗？郑凯啊，我们啊再考虑的仔细一点，除了这几招，韩鹏还能用什么手段，还有什么新的战法？我们考虑仔细了，再遇到麻烦，应付起来心里就有数。哎，古人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好，那我请他们几个80后参谋干事们也动动脑子，